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法国的马赛啦。马赛是法国的第2大城市，面积约是240平方公里，人口约是86万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大约就是26个马赛相当于1个上海吧。你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去马赛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在复活节这段时间，从荷兰爱因霍温去那儿的机票最便宜，而且方便，单程才2个小时的飞机。查了攻略才知道，基督山伯爵的故事背景设定在马赛，便又增加了我对这个城市的探索的欲望。现在来到了马赛的肥皂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的 entry fee 是2欧元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牌子，在参观博物馆结束之后呢，你可以凭着这个去领1块免费的肥皂。他们还提供一种 workshop， 你在 entry 的时候加3欧元，你就可以参加一个 workshop， 然后去自己设计这个肥皂长什么样子。这个在老港的马赛皂博物馆很小，基本就如视频中拍到的那样。如果你正好在老港逛，倒是可以顺路去看看，没必要专程去，因为马赛皂在马赛随处可见，很多商店都有出售。现在我们来开始闻一下这个香皂是什么味道，看看能不能选中 lavender 的香皂。这个一闻就是八角的味道吗？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。真是作弊，这个不算，计时的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个不光是颜色，我们就能够猜出它是 lavender 薰衣草意思。法罗宫位于马赛的西海岸，在法罗宫上呢，你可以俯瞰整个马赛的老港和新港全景，是一个非常值得一来的地方。虽然风有点大。法罗宫其实就是个开放的公园，那里的游客络绎不绝，一定不是因为法罗宫，而是因为那能俯瞰整个新旧港的地理位置。建议大家可以先去踩各种景点，比如地中海文明博物馆咯，守护圣母圣殿咯，最后去法罗宫。因为在法罗宫那里，你可以看到马赛所有的地标建筑，还是很壮观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马赛的守护圣母教堂。守护圣母教堂坐落于154米的小山丘上，它的钟楼高度约是60米，钟楼的顶端是圣母怀抱圣子像，大约有11米高。这座圣母怀抱圣子像呢，是马赛整座城市的象征，也是当地的渔民、水手和所有马赛人的守护神。去参观守护圣母圣殿一定要记得查好上下山的车。我们从法罗宫一路走到守护圣母圣殿，谷歌地图上看距离好像并不远，但是那可是上坡路啊！走到那儿时，我们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圣殿的下山路，如果你不差那4欧元，那就坐观光小车吧。下山的公交，我们干等了45分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法国马赛的龙上宫啦。龙上宫建于1839年，我们看到好多个雕像，其中当中的那个雕像呢，就是河神，然后左右各2个女神，她们身上一个缠着葡萄，一个缠着麦穗，预示着农作物的丰收以及葡萄酒酝酿的顺利。当谷歌地图显示龙上宫就在附近，而我们的 taxi 正处于一片老旧的街区时，司机的一个右转让我们瞥见了恢宏的龙上宫，并惊呼：哇，没想到在这里居然有个宫殿啊！沿着2侧巨大的楼梯，你可以通向自然历史博物馆和马赛美术馆，它的背后还有一个小花园，逛累了也可以在那儿休息休息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
来到了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 Terrace， 就是他们的一个观景平台。作为游客呢，参观这个地中海博物馆，整个建筑是不用花钱的，所以你可以直接进来 walk around 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要参观这边的展览啊什么，可能就会需要买一张门票这样子。那因为我们离闭馆只有40分钟的时间了，所以说我们也就不再去参观展览了。这边的风景好棒啊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来的这个地方。地中海文明博物馆啊，一定要来啊！我现在在马赛的未来海岸国家公园这儿，准备去卡朗格峡湾兜一圈，看一看峡湾的风光，因为这边峡湾的风光特别有名嘛，我要去看一下。刚刚我从未来海岸国家公园的入口处跑了1公里，跑到我现在的位置，月跑圈告诉我跑了大概8分多钟吧，还是可以接受吧，8分钟。这什么登山利器？这个是那个你涂完之后就不磨脚了，它好像里面有那种什么树脂类的东西。真的吗？对，据说是穿高跟鞋，你涂完之后它就不磨脚，而且它很神奇的是它不会粘在鞋子上。这里风好大，我现在来到了某一个峡湾的景点打卡处吧，我不知道这里具体是哪里，但是我发现好多人在这里拍照，然后景色是真的还很美的，我觉得。拉着我，总感觉在被拉着。我们选择了一条难度很低的徒步路线，大约单程在45分钟到1小时。因为都是石子路，所以要准备底厚的鞋子。徒步一定要带水和食物，沿途可是没有小卖部的哦。现在已经是从卡朗格峡湾回程的路。注意一个小 tip 是，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走绿色的路嘛，因为比较适合初学者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徒步高手，可以走有这个标志的路，会缩短很多的行程，你不用绕一大圈到那个悬崖下面，你从这边直接下去就可以了。这边的马赛鱼汤是要31欧元，但是既然来了，我觉得就必须要品尝一下，而且这边的环境是真的特别好。刚刚呢，我们的前菜就已经上来了，上来了之后已经全部吃完了，现在只有剩下这最后一片，是长这个样子的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马赛鱼汤。我现在是在 Bar de la Marine， 照法语，我有法语，我就按照谷歌地图上它怎么显示，我按英语的来怎么念，叫 Bar de la Marine。这个 bar 特别之处在于，如果你是真爱至上的粉，千万不能错过它，因为他和那位作家就是在这里向那位不会说英语的女士求婚的，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。再提一嘴马赛的交通，马赛的 Uber 相当发达，价格与荷兰比也是相当亲民的，10分钟内司机就会到达。所以如果租不到便宜的车，那到当地找 Uber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期的荷兰周末游。虽然不是在荷兰过的周末，不过却也是身在荷兰的你可以考虑的周末哟。